By the way， 既是定位的位，也是味道的味，更是探索未知的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金。上期呢，我们聊了一些在去巴黎路上的奇葩事。这一期呢，我们定位巴黎，聊一聊我印象中最浪漫的城市。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也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同时呢，它是世界5大国际大都市之一，也是一座世界级的旅游城市。游览巴黎最好的季节是在春季和夏季，不仅因为天气温和，而且呢，加上它的地理因素的关系，巴黎的晚上要到10点天才黑。10点啊，朋友们，这对于作为游客的我们来说，那可是巨大的利好。提到巴黎，很多人第一印象可能是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塞纳河、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哎，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呢，是一座位于塞纳河畔西堤岛上的哥特式基督教堂，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同时呢，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其实这次是我第2次来巴黎，时别3年，物是人非。我们都知道，在2019年4月15日下午6时50分左右，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体建筑损毁严重。着火点呢，位于圣母院顶端的塔楼。大火呢，很快将塔楼的尖顶吞噬，很快尖顶如同被拦腰折断一般倒下。如今的巴黎圣母院已经被各式各样的工程车团团的围住。人们呢没有办法靠近参观，只能略带遗憾的从周围欣赏这座宏伟的建筑。曾经呢，它是那么的辉煌，一如它现在的样子。还记得第一次听说巴黎圣母院是在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里。小说里面面目丑陋但是却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那个时候的我呢，就一直想去巴黎圣母院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怪人。2016年的夏天呢，当我第一次到达巴黎的时候，第一次走进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啊，原来里边并没有敲钟人卡西莫多，但是我呢却邂逅了一场神秘的仪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呢？我其实有个朋友是基督教教徒，不知道他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曾经有幸在平安夜去参观过国内的教堂，当时呢，教堂里面坐满了虔诚的教徒，每个人手上都捧着苹果，唱着赞美诗。那种虔诚的景象给了我深深的感触。By the way， 新冠肺炎期间，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讲卫生。走进巴黎圣母院，欣赏着这座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宏伟建筑，它的穹顶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巨幅画作，阳光呢从彩色的玻璃花窗照射进来，让上面的每一个圣经故事都鲜活起来，无比动人，十分惊艳。色彩感十足，而它的走廊里呢，摆满了巴黎圣母院从建筑之初到现在的工程设计图，让人们一起来了解法兰西和巴黎圣母院的成长史。走出巴黎圣母院，远远的欣赏着这座宏伟的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法兰西历史的见证人。如今呢，虽然大火烧掉了它的一个尖顶，但烧不掉的是人类对历史的那份执着，烧不掉的是人类对历史的热爱，烧不掉的是历史的瑰宝在人类心中的永恒。希望巴黎圣母院能早日恢复它的原貌。By the way， 这就是我在巴黎圣母院的经历。下期呢，我们将定位世界4大博物馆之首，你知道那是哪里吗？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订阅哦，咱们下期见。